果你一定要挡在我的面前，我话说在前头啊，我的眼睛认你，手里的家伙不认。如果我一定要阻止你呢？阿姐，你坐下，我有话对你们两个说。我喊出来了，两个人总不分个高低，消停不了，那就按狙击手的规矩。好，如果我赢了，我放弃任务离开松江；如果我赢了，你得跟我走。用不着，你只有一个办法赢，就是我死。明天下午2点，我会准时给你们打电话，宣布题目和地点。我还有个条件，说，决出胜负之前，你不许暗中设计刺杀。预备，对，放下下面命令我，标示3分，准备，走。司令，张师长，李师长，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不是您下命令让我们过来开会的？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命令了啊？张副军长，大战在即，你们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野兵团司令部命令，前来召开紧急会议。谁命令你们开会了啊？司令，你没有命令人开会，是我替你下的命令。军，你竟敢假传军令！
侮辱军纪军规，你该当何罪？司令，你意思是，不管任何人违反了军规军纪，都严惩不贷，是这样吗？你说呢？那就有请军法处吧。张副军长，有。你身兼军法处处长，司令的话你也听见了，那就按照军规军纪，把阴谋叛乱者逮捕归案吧。是。宪兵队听令。好。拿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司令官还在这儿呢，你这么做有点越界了。凭什么抓人？我做事一定有依据。我凭的是这个邓、李二位师长接令后，速率你部秘密合围第8军，等待时机，配合共党，聚而歼之。唐思远。邓师长、李师长，你们已经准备好按照这份密令消灭第8军了，对吗？李师长、邓师长，这份密令是怎么回事？啊！司令，不是您让叶副官给我们，我是让你们去，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围困第8军了啊？82师邓师， 76师李师长，阴谋叛乱，证据确凿，带走！司令，快来救我呀！我们这儿司令办事的，司令。没错，名字是我签的，可是电报内容是伪造的。廖军长，我是兵团司令，第8军也是我的部下，我为什么要自己人去打自己人啊？为什么？有一个人可以解释为什么，当然不是我。廖军长，诸位，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人是谁，现在的时间刚刚好。我们听听广播吧，不听别的电台，就听杨浦电台。那是德、法、英、美4国洋人合着办的商业电台，局外人说的话要可信可靠的多。松江杨浦电台午夜特别新闻：6月10日下午4时许，国民政府前救济署署长、现共产党的松江市粮食总署署长殷千素在松江港码头遇刺身亡，凶手目前在逃。谁被杀了？殷千素。很吃惊吧，唐司令？你等了整整1个晚上，恐怕你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你派去和共党的联络人一命呜呼了，他再也没法给你带来共产党答应你的好处。你胡说什么？殷千素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跟你没关系吗？咱们明人可就不要说暗话了。早在10天以前，党国的叛逆殷千素到两湖地区筹粮，那个时候你就私下跟他见了面，你派他去和共产党联络，谈判投降的条件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一路上极力的撺掇大家违抗军令，不肯救援衡州，
到了衡州以后，你又一再的拖延部署作战，到现在共军都攻城1个多小时了，你依然按兵不动。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共党给你开出来的价码，好让你带着弟兄们叛变投敌。姓钱的，你他妈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要什么证据？人证还是物证？要物证，我这里就有。这是你跟叛徒殷千素往来密电的全部电文底稿，上面记载着你从派他到松江去当掮客，直到和共产党讨价还价、谈妥条件的全部过程。这算是证据了吧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都他妈是伪造的，伪造的！弟兄们，他是想诬陷我，他想诬陷我！电文可以伪造，但人证没法伪造吧？进来！奶奶的，叶副官。各位长官，前参谋长所说，唐司令密谋投共之事，全是实情。你们看到的每一封电报，都是唐司令下令我亲自经手。叶冠雄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那么信任你，为什么？唐司令，叶冠雄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做你的副官，你认为和他关系很亲密，但你不知道一件事，在保密局有一位中校情报官，他叫叶冠英，是他哥哥，人家一母同胞亲兄弟，总比和你这朝秦暮楚的墙头草亲近多了吧？辛苦了，叶副官。没当过副。保证生来不怕人，他是君来，我是臣。各位，事已至此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投共，因为这是我唐思源也是在座的各位，还有我们第10兵团的每一位士兵唯一的活路。唐思源，你死到临头，山穷水尽，还妖言惑众，想怂恿弟兄们跟着你一起遗臭万年。山穷水尽，死到临头的不是我，是党国。哼，几百万大军没了，大半给江山丢了，现在让我们让我们10几万人去跟共军硬扛，那他妈就是鸡蛋碰石头，那他妈找死！诸位，你们在座的各位，难道心里不清楚吗？我们第10兵团，在他们眼里，那就是一帮杂牌军。他们什么时候能正眼瞧过我们啊？吃了多少亏，
受了多少气，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啊，到头来，他们还是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们。哈哈，现在大厦将倾了，想起我们来了，要拿我们的命去救他们的嫡系。衡州城，那就是他们给我们挖下的一座坟，他们要逼着我们往里头跳。好，好。好，说的真好。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把叛国投敌说的这么气宇轩昂。唐司令，你这张嘴不去说书卖艺，太可惜了呀。哎，他怎么当了军人了呢？姓钱的，你他妈少跟我来这一套！谁不知道啊？你们这帮蒋介石嫡系的，那就是上头派来的一群狼！哼，你们是要害死我们的，你们是要拿着我们10万弟兄的命去给你们当炮灰，当炮灰！我钱某人跟诸位弟兄一样，身处前线，面对敌军的枪口，拿人当炮灰，有把自己填进去的吗？倒是你，唐司令。你口口声声说为弟兄们着想，可密令自己的嫡系配合着共军要消灭第8军，你拿楚军兄弟们的人头做你的投名状，向共产党要你的荣华富贵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廖军长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是请新田组去了松江，但是是为了请秦老帅出面，让他劝你带着弟兄们跟我一起去投共，去找条活路。但是殷千素死了，我没有得到消息，我只能派我的2个师先去投共。廖军长，我只让我的2个师去投共，我绝对没有要求他们调转枪口来打你呀，廖军长，我没有。报告，军长，刚刚查明，76师812师的确于2个小时前紧急调动，与我部形成合围，炮口、枪口通通对准了我们。奶奶的，唐思远，我第8军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了？敢拿枪口对着我们？叶冠雄副官，有。这份密令，你是经手人。唐长官是怎么样要跟楚军弟兄们过不去的？你给大家说一说。是。只因唐司令向共军的要价是官爵待遇等同于北平傅作义，而傅作义背叛党国时，麾下带着可是20多万兵马。而唐司令知道，单凭自己的区2个师要不到这个价钱，只好拿楚军当投名状，先给共军立一大功。唐司令下令的时候就是这么对我说的。叶冠雄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白眼狼！唐思远，叛国投敌，罪不可赦。我代表军法处就地正法。我协同纵队已经突破第2道防线，离城墙不到200米了。敌士兵团呢？仍然没有任何动静。既不趁机起义，也不趁机参战。这个唐思远，他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？命令先头纵队不惜代价，加快攻城速度。
以免迟则生变。是。庄老，怎么不唱戏了？嗯，接着唱啊！钱参谋长，您的戏是最好的，别人哪儿开得了口啊？不敢不敢。不过这个戏一旦开了锣，就无论如何都得唱完。您刚才唱的那出叫《打銮驾》，要唱到哪句才能算完呢？得是歪戴乌纱，袍洒带，假装疯魔去见君。啊，你看，即便是包公，在他冲撞了王驾，犯下逆天大罪之后，也得装装疯，卖卖傻，才能混得过去呀！啊！钱参谋，庄高参也是我们楚军的前辈，说话放尊重点，别含沙射影。别开放，有话快说。庄老面前轮不让你夹枪带棒。好。那我就把话放在明面上说。庄廷凤，唐思远通共，你早就知道对吗？钱参谋长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放心，廖军长，我做事从来都有依据。唐思远通共，头一个他就找你打的商量，你不但知情不举，反而给他出主意。他们没法拉廖军长下水，你又从中点拨他，让他派殷千素到松江做说客，让他劝廖军长背叛党国。庄高参，楚军的传统是打死不降啊！你在军中资历最老，是人人敬仰的前辈，怎么老了，你干出这种不忠不义、败坏军规的臭事呢？哎，执行军令。是，看打着，跟谁干？庄老不是这种人。庄老，你说句话呀！庄老，带走。诸位，没想到我们第10兵团竟然出了如此谋逆大案，简直令人痛心疾首！痛心疾首啊！不过，好在首逆唐思远已经伏诛，所有的叛徒都落入了法网。事实证明了，楚军的弟兄们
绝大多数还是忠于党国的，特别是我们廖军长，在危难之际能够坚定立场，力拒宵小的拉拢，在这次平叛行动中视为中流砥柱，堪称军人典范。那下面呢，宣读一份国防部和华中剿总的联合电令，全体起立。危难之际，有抗军令者，都坐下来，坐。第8军军长廖杰，忠诚党国，屡立战功，擢晋升第10兵团代司令长官，督率兵团各部，速解衡州之围。廖长官，这兵团上下，原也只有您威望宿驻。这个位子本该就是您的呀。不敢当，我只是第8军的军长。廖长官心存顾虑。也是，兵团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突然间就把千斤的重担要压在你的身上，就算有些顾虑也不奇怪。前觉我有几句话，或许可以解您心中快累，不知廖长官想不想听？请讲。上峰既然电令廖军长接替唐思远，就说明了上峰对您是足够信任，绝对不会参与谋逆之事，也证明了上峰对楚军上下的将士信任有加，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和那些叛徒同流合污。这是其一，还有其二，我就要说到咱们远在松江的秦老帅。前参谋，老帅下野多年，楚军之事，不易将老人家拖下水吧？廖军长误会了，不是前觉要打扰秦老帅的清静，是唐思远、殷千素这些党国的叛逆，是他们知道拉拢不了廖军长啊，所以就把坏主意打到了秦老帅身上。在这儿，我还要跟您报告一下，咱们的秦老帅虽然牙暗自高，脾气不太好，早年跟领袖还有些小芥蒂，但是他老人家能够忠于信仰，大节不亏。据松江方面可靠的消息，这一次秦老帅面对阴逆唐贼的百般拉拢利诱，老帅大义凛然啊，当面面斥殷千素，说楚军的传统是宁可战死绝不投降，又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，里面没有一个是能投降的软骨头。一番大义凛然呐，说的殷千素满脸羞愧，铩羽而归。老帅的骨头自然是最硬的。当然了，要不然
也不会逼得唐思远狗急跳墙，想对第8军动手，对吧？廖长官，秦老帅高山仰止，榜样在前，您跟他的交情非浅，想必也能见贤思齐，不要让他老人家把您看扁了吧？我有个条件，讲，什么条件？共军先头部队的后边，跟着几十万的主力，被逼其锋芒。我兵团原本可以南撤的，此时被迫救援衡中，亦属火中取栗。此战之后，如果再不立刻撤退，全兵团不免力遭灭顶之灾。放心。廖长官心系弟兄们的安危，这一点上峰早有体恤。随着这一份任命书，还有一份军令。国防部华中剿总电文：第10兵团解除衡州之围后，即着廖代司令长官率部首先南撤。这下您放心了吧？立正！全兵团战士，火速支援衡州。敬礼！司令员，第10兵团出动了。有多少部队？刚交上火，具体的还不清楚。我们的攻城进展呢？正在组织爆破，但是城上的敌人守得很死，要想炸开城墙，一时半会儿还办不到。命令先头部队派出所有的预备队，给我顶住东边的敌人，同时尽快的查明第10兵团进攻部队的番号和规模。是。同志们，好家伙，给我冲！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东面进攻的敌人就是第10兵团第8军的35师何振邦部。我军现在伤亡很大呀，而且前沿阵地也丢失殆尽。另外，这第8军其他2个师也正在向我前沿纵队的2翼迂回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我们的2翼。现在我前沿纵队是腹背受敌，急待救援呀。伤亡情况怎么样？接近3000。哎，司令员，您看这样，我主攻部队离衡州最近的也就几10公里，我们是否可以下令让他们放弃所有的重装备，急行军，争取？电告先头纵队，放弃原来的攻城计划，立即撤退，撤！司令员，
自从我军过江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，如果这次撤了，那我们就彻底栽了。不撤，栽得更狠。廖杰的第8军担任主攻，加上其他几个师，第10军拼上老本跟我们干上了。10几万的敌军两面夹击，先头中队再不撤，那不止损失3000，3万人也得给人家包了饺子。赶紧下令。是。这古人云啊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这一路上，我们胜仗打得太多了，这一仗，我们确实心存侥幸啊。胜与骄，岂有败在内？命令各兵团主力全速前进，36小时之内要重新合围衡州城。第10兵团再进高地。超过1周送别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，保护不力，致使殷先生遇害，直接导致第10兵团参战，给前线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。也不能说这是唯一的原因，导致战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，还有待调查。但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。对于这次重大的责任事务，我本人会向中央军委自请处分，公安局、侦查组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调查处分。具体处理的结果，要等到市政府调查之后再做出决定。但是，我得提醒你做好思想准备，啊，你这个局长职位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如果仅仅是撤职，那已经是从轻了。无论组织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绝对服从。但是，我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我请求对专案组的负责同志网开一面。毕竟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在城市反暗杀这样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全新战场上，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。虽然失败了，但是这个责任在我这个局长，不在他们。特别是殷先生的遇害，对整个专案组的全体同志打击够大，也够难过的了。即使为了保护同志们的积极性，他们也不应该再受到打击了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会尽量的为他们去争取。但是你要清楚，这毕竟是一场
重大的责任事故，处分那是难免的。无论责任怎么划分，处理有多重，在处理决定下来之前，我希望每个同志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，继续破好案。这一点，请您放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尽心尽责的。好，另外还有，苏文谦有下落了吗？还没有，专案组还在找。让专案组的同志尽快找到苏文谦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哥，醒醒！来了，给你买的早饭，回去歇着吧。行，走。没有什么发现，也是意料当中的事情。毕竟，苏文谦那么精明，也会预料到金子树母女是我们现在的重点监控对象，不会那么轻易现身的。我知道，想要通过这个途径找到他，不是一时半会的事。欧阳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李局长的，只有12个小时，现在已经超过几个小时了，我要去签发那份通缉令了。能不能再播几个小时？再给你几个小时，你保证能找到苏文谦。什么猜测？我觉得他会来参加殷先生的葬。可是葬礼上都是我们的人啊，几十双眼睛都认识他。他来了，就等于是自投罗网。他要来葬礼送殷先生最后一程，哎，你凭什么认为他会冒那么大的风险？凭这个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木雕小玉是杨志亮牺牲以后，苏文谦亲手挂在他的坟上的。在那之后整整3年，他都一直内疚，直到现在，他都控制不了他那发抖的右手。那天我跟他聊过以后，我发现他又开始雕刻新的小玉，因为过几天就是杨志亮的3周年忌日，他在为了给他扫墓而做准备。我知道苏文谦是一个懂得内疚的人，但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毕竟杨志亮同志是直接牺牲在他枪口下的，可是殷先生那是水母动身。殷先生的死跟他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。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责心理的人，肯定会感到很内疚，而且他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发泄。所以你认为他会来参加殷先生的葬礼，就算是冒再大的风险，也要送殷先生最后一程。哎，
是不是把苏文谦想得太理想化了？你跟他打了4天的交道，你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？哎，我打个电话。好嘞，秦老师您接好了。啊，谢谢。老板，你和老大。好，1000块。哎，是方校长吗？我是子舒。今天上午我跟小雪要请一下假，有位师兄去世了。今天出殡，我们要去参加葬礼，那麻烦您了。哎，方老板，谢谢啊。哎，别客气，秦老师您慢走。好吧，现在是8点10分，殷先生的葬礼10点钟举行。我现在就回去布置抓捕任务。但是欧阳，你记住，在殷先生的葬礼结束以前，要是还找不到苏文谦，我就必须要签发那份通缉令了。それは10時からですか？間に合いますか？いいはず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人都来齐了哈，先等我一下。李秘书，来一下。有件事情啊，要跟你请教一下。今天来参加殷先生葬礼的来宾大概有多少人？这个嘛，殷先生的家人都在国外，他自己生性恬淡，平常呢又不大喜欢跟人交往。不过他毕竟长期担任比较高的职务，另外因为爱好摄影，跟艺术界的人多少还是有些来往的。我估计一会儿能出席葬礼的社会各界人士，得有近100人吧。你说的这个近100人是进到殷家大门内的，那外面的呢？那可就不好说了。殷先生过去一直担任救济署署长，又关怀民生，平常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儿。尤其是最近，在人民政府任职后，又刚刚解决了松江粮荒。他去世的消息，现在已经公布出去了。一会儿会不会有人自发前来送葬，这就很难估计了。啊，当然，即使有，毕竟是自发。我想，有这个心的普通市民，总不可能太多吧？你说的这总不可能太多，到底是多少？几十人？100人？几百人？几百人倒不至于，这个我还真说不死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先预估为外面的人应该是100多人，这样可以吗？林秘书，麻烦您来一下。曹市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过去一下，你有事再喊我。你先忙。哎，我先过去了。组长，
您刚才说今天有特殊的任务，到底啥任务啊？任务就是今天殷先生的葬礼，抓捕苏文谦。我们这么多人都认识苏文谦，他要真想来参加葬礼，只能趁着人多混进来了。说的没错，所以初步判断，应该是在殷先生的葬礼举行之前，那个时候来宾的密度是最大的，在殷家内可能会有几百人，外面有可能会有上千人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混进一个人来，应该是最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。当初在码头，我还见过那个女杀手，苏文谦给她刻的像也下发到全组了。可在火车站，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，我们都没认出她。这还只是水母的徒弟，苏文谦的伪装能力可能更强。如果他真的化了妆，混到来宾里，我还真不敢确定我能第一眼认出他。我倒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的右手手掌，伤口应该就在右手的虎口这儿，大概是这个形状。如果能看到每个来宾的右手，那当然是很好辨认的。所以我们会在一开始，葬礼开始之前，在大门设立一个发放点，负责向来宾发放白花和黑纱，就设在殷家大门的右手边。而且我们还要设立一个障碍，让每位来的人都要伸出右手去接白花和黑纱。你们要注意，这个时候你们要仔细辨认，看这个人的手上有没有伤。现在还不到戴手套的季节，如果遇到戴手套的，或者故意拧过身子，用左手去接白花和黑纱的人，那这个人就是我们重点要辨认的目标。进来的来宾解决了，可万一苏文谦不进来，只是远远的送殷先生呢？刚才林秘书也说了，自发来的群众可能会有上百人。是啊，要说苏教官非要从我们眼皮底下混进来，这也太危险了。哪怕他再想送殷先生，藏在外面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一点？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么首先我们要加派人手在外面的人群中搜索。另外，老三大鼓秀才就要看你们三个人的本事了。组长，俺们啥任务啊？你们三个要在殷家附近的制高点进行观察，观察殷家大门外的所有环境，用你们的狙击镜。如果他苏文谦到了，要尽快的找到他在人群中什么位置。另外还有一个事儿，需要你单独来完成。组长，什么任务？刚才贺飞打电话过来说，秦子书母女已经跟学校请了假，他们应该是来参加殷先生葬礼的。如果苏文谦来了，在这个环境里看到这母女二人，他应该忍不住想要过去和秦子书母女说上几句。当然了，贺飞他们都是男同志，人很多的场合不会跟他们靠得很近。我明白了，到时候我会贴身监视他们，把他们私底下接触的人都查一遍。很好。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监控安排就是这样，大家伙记住，一旦发现苏文谦，事先预警，所有人迅速包抄，马上抓捕。还有意见吗？有意见说。组长，里边人好说，有咱们守着。如果在外边呢，他跑了怎么办？对呀，组长，到时候群众那么多，苏教官身手又那么好，想逮他可不容易。所以才派你们三个人占据殷家周围的制高点啊。组长，你是说，如果他要是跑，我们还真朝苏教官开枪啊？组长，要俺说，苏教官要是真能来送殷先生，更能证明人家仗义，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人。本来就不是。我不管什么办案程序，在真相查明之前，
我个人绝对不允许把苏文谦当敌人对待。相反，如果还有一点的可能性，1号专案组绝不可以放弃苏文谦。我同意副组长的意见。我也同意。俺也同意。我同意。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拿着，拿着。拿着。保护无辜群众的生命安全，那是办案的原则之一。外边那么多群众呢，万一失手怎么办？组长，以他们3个人的枪法，应该不可能吧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群众生命无小事，我问你，万一失误了怎么办？闹情绪，你们仨给我听着！如果发现了苏文谦，首先做到的是用步话去报告，在确保无辜群众的生命100%不会被伤害的时候，才能瞄准目标。至于怎么做才是100%，你们自己掌握。是。可以了吗？所有人听好了，分头准备吧。是。师傅，方信甫的电话听上去火气不小啊。说什么？还是想问一下第2阶段的任务到底是什么？不是说了吗？让他11点半来开会，我自然会说的。怎么？到底是你想知道，还是他想知道？师傅，连任务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几个心里确实没底儿，请师傅明示。都说了是第2阶段，有没有还不一定啊。哎呀，至于到底有没有，等到殷千素的葬礼，我们就知道答案了。
少帅。周副官，备车。是。お化粧が終わりました。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。まだ乾いておりません。少し日付の前に立たせてください。他说妆化的结不太牢固，他要守着直到开关为止。麻烦他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た。组长，外头已经来了很多来宾了。另外，文市长20分钟前出发了，马上就到。知道了，把大伙儿都招呼进来吧。一会儿大家还要执行任务，我们先跟殷先生告个别吧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开始行动吧。怎么了？您去外面看一下吧。你进去问一下林秘书准备的怎么样了？